你觉得怎样才算是一个富有的人生呢？是拥有豪华的大别墅，有私人飞机和喜欢的跑车，还是每天去接孩子放学，平凡幸福的和他们在后院玩得不亦乐乎？其实真正的富有是实现自由，自由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拥有足够的钱是帮你实现自由非常重要的燃料。那么今天呢，我就会透过这一本口气非常大的书，我要教你如何致富，来和你分享让你轻松致富的5大策略。如果有一个方式可以让你不需要冒险，每天在股市上下投资，不需要不断的节俭和投入大量时间就可以达到财富自由，你会想要知道吗？看完今天的干爹赞助商 MyTrade， 马上就和你揭晓答案。本影片由 MyTrade 赞助播出。MyTrade 是一家全球多元资产投资平台，为全球投资者提供外汇、加密货币、股票、股指、大宗商品等热门资产的交易服务，支持5大交易品类、400多种交易标的，是全球110万用户的选择。MyTrade 旗下拥有多家公司，分别持有不同权威机构牌照，出入金支持各主流渠道，操作便捷高效，手机及网页端开户都可以直接点击影片资讯栏连接完成，轻松点击立即开始交易。本书作者 Remy Sethi 在青少年时期在股市中失去了奖学金，这件事情激发他对于个人财务的学习兴趣。当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了自己著名的博客 I will teach you to be rich.com。 该博客已经帮助了数百万人更聪明地管理他们的财务。对于 Sethi 来说，一个丰富的人生不是在数十年的牺牲和剥夺之后才能够实现的，相反的，他认为应该在当下就可以开始过。这也带入了今天的第一个策略，专注在宏观决策而非鸡毛小事。不要买外带咖啡，每天可以节省3美金；购买优惠套餐，节省每月10元的电话费用；使用优惠码，享受 10% 的折扣优惠。相信这些生活上的例子对你不会陌生吧？这些都是微观的决策例子。虽然你可能觉得通过这些活动，自动的可以变成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但这并不会让你成为富有的人。就像是一个省钱专家一直在教你如何省钱，但自己却总是买最新的电子产品，去最昂贵的餐厅用餐。我们应该把精力集中在5到10件真正重要的事情上，宏观的财富决策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杰出的结果，给你带来巨大的回报。这边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些宏观的财富决策清单。自动化你的金钱系统，这个等下我会讲到。还清你的卡债，制定你的财富自由计划，就是你理想生活的具体数字和你达成的方法。保持良好的信用评分，谈判加薪，如果你是打工的话。开始打造副业，提升收入，购买负担得起的车子或者是房子。持续打造升值资产，拥有资产是让你晋升富人阶级的唯一方式。下个关于21世纪资本论的说书影片会和大家提到。分配好自己的收入。最后一个，建立自己的品牌，不管是个人还是生意的，因为越多人认识你，你的收入机会就会越多。如果在这10件事当中，你可以做到至少5样以上，那基本上你想要外带几杯咖啡都可以，而且同时你会逐步的变有钱。而现在呢，你可以用这个清单来检视一下自己的财务状况哦，看看目前达到了几项。第2个策略，不要做预算，而是有意识的花费。还记得我在13个理财法则从月光族到财富自由的那个影片提到的消费4象限吗？第1，我需要的；第2，我理想的；第3，我想要的；第4，我喜欢的。当你把钱投入在第1和第2种花费的时候，你就会离自己的理想生活越来越近，幸福感就会越来越高。这可以让你对于自己花钱的方式更有掌控感，减少冲动性消费的习惯。花大钱在你喜欢的事情上面，花少钱在你不喜欢的事情上。这种方式比起全面性的削减开支，感觉更不受限制。因此，作者设计了一个有意识的花费计划，以解决做预算的2大缺点：剥夺和努力。你可以提前做好收入分配，作者建议是 50% 到 60% 是固定生活费用， 10% 用于投资，我感觉有点少， 5% 到 10% 用于存款， 20% 到 25% 用于无罪恶感花费。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比如六罐子，又或者是20、30、50分配法等等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自己预设出可以花钱的额度，感受生活的自由和快乐。比起传统的预算法，你会试着从 20% 到 30% 的余额当中省下一些杂费，进而在各方面都削减一点，比如买更加便宜的衣服，去更便宜的餐厅，租更便宜的公寓等等。总的来说，就是一种剥夺感。Sadie 认为，如果你选择你足够喜欢的事情，然后在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上面毫不留情的削减开支，你会变得更加的快乐。举个例子来说，也许晚上跟朋友出去很重要，所以你就可以在这方面花费更多一点的钱。另一方面，也许买昂贵的房子或者频繁的旅行对你来说不是很重要，因此你可以大幅的削减这方面的开支。当你允许自己在热爱的事情上面花费更多钱的时候，这会使得你在其他领域控制支出变得更加的容易。第三个策略，投资金字塔。Remy Sadie 提出了3种不同的投资方式。最底层的第3，自己挑选股票和债券。第2，自己挑选指数基金和共同基金。以及第1，生命周期基金。这个投资选项的金字塔，层次越高的选项，投资过程就会越容易。Remy Sadie 认为，对于 90% 的人来说，金字塔中的第1层和第2层是最好的选择。他的观点是，散户要战胜市场是极其困难的。花在想要战胜市场的钱，可以用在其他赚钱的地方，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10大重要的理财决策。甚至 Remy 还觉得，投资在指数型基金和共同基金也是很麻烦的，而生命周期基金可以帮助你把所有的投资烦恼解决掉。那到底什么是生命周期基金呢？顾名思义，就是配合投资者生命周期量身打造的资产配置的基金。随着年龄的增长，投资人的风险承受度也会随之下降。生命周期基金的经理人会随着基金目标日期的逼近，做出相应的资产调配，以逐渐降低波动风险。简单来说，在前期的时候，你的组合里面可能会有大部分的这个股票或者是指数的，然后到了中期的时候呢，就会添加一些债券，然后到后期的时候呢，大部分呢都是短期的债券或者是现金市场，每个月都会支付一笔钱给你。比如说你打算2050年退休，那么就可以选择 Vanguard 的 Target Retirement 2050，代码为 VFIFX， 就这么简单，就这样就完成了。这边我也收集了相关的基金例子给大家参考。这类型的基金会帮你随着目标退休年龄的推进，自动帮你调整好各种资产配置。过往的绩效也达到了 9% 左右。策略4，选择乏味的投资方式。简单的买进持有策略，听起来可能不太刺激，但这是增长财富最有效的方式。投资股票市场的确是增长财富的最佳途径，但有一个陷阱，如果你试图超越市场，你可能就会输掉。即使是各大顶尖投行或是对冲基金经理来说，他们也只有 10% 的时间能够打败市场。因此 Remy 建议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追平市场回报，就是用刚刚的方式投资某个生命周期或是指数型基金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些低费用的基金是为了模仿市场而设置的。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如果你将$10,000放在一个年利率为 2% 的储蓄户口当中，30年后你将会有$18,000。但同样的，把$10,000投入股市，在30年内以平均每年 8% 的利率增长，最终会获得超过$100,000的这个资产。当然很多人就会说股票很有风险啊，没错，它是有的，但在历史上每一次的市场下滑和崩盘之后，都会被一段更长的增长期所接替。所以关键就在于长期投资。策略5，建立自动化系统。我们人类有时候会变得软弱，我们会分心、忧郁、没有动力等等，这会危及我们先前的投资和储蓄习惯。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自动化的金钱系统，帮助我们自动化的摆脱乱花钱的习惯。这个系统将可以确保我们遵循我们的长期投资计划，每个月为我们自动的分配好收入。
首先第一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先帮我点个赞，然后开一个流水账户，也就是拿来收你的薪资或是其他收入的。第二个账户，日常消费账户，或者是你的信用卡或者电子钱包，当然拥有一个有现金反馈的信用卡是最好了。第三，你的投资账户，如果你是投资美股，那可能是你的券商户口，你也可以自己开一个银行账户，是专门用来投资的。第四个，你的储蓄账户或者是紧急筹备金账户。第五，你的退休账户，通常都是自动会有的，不用特别去开，比如马来西亚是 EPF， 台湾是劳工退休金，美国是 Roth IRA 以及 401k。 有了这5个账户之后，根据自己的有意识的花费计划，设定数目和自动转账，每个月你的流水账户就会把你的收入按照比例自动的分配到相关的户口上面去。接着呢，你也设定一下，让你的账户在每个月的1号自动的帮你还清所有的账单，例如房租、房贷、车贷、信用卡账单等等的。这样做，自动化的金钱系统就完成了，你从此就不大需要去理会你的财务情况，但财富却持续的在增长，你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现在起就可以做到财富自由。好了，以上就是我教你变成有钱人所总结的几个启发点，我们来回顾一下。1. 专注在宏观财富决策，而非鸡毛小事。2. 不要做预算，而是有意识的花费。3. 投资金字塔，投资过程越简单就越好。4. 选择乏味的投资方式。5. 建立自动化系统，从理财压力当中解放出来。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对于财富管理上的启发。如果你想要学习更多有关于我的投资赚钱之旅的话，可以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哦。订阅之后，我会给你送上一个15个高价值长期标的的免费 PDF。就这样，我们下一集再见了。哦，对了，也别忘了帮我点赞加分享，启发更多的朋友哦。